有请男主人公小来29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街舞老师；女主人公婷婷20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两位的手里各拎着一只密码箱，这个箱子里藏着他们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。今天这个秘密，你们愿不愿意在这个现场揭示它呢？我愿意。不愿意。小来是街舞老师，是，跳一段。碍事儿吗？这话筒。And take off your G-string drawers. Did you eat your Wheaties? Cause I don't pause. What are you laughing at? Ain't a damn thing funny. Bitch better have my money. I don't charge by the inch, I charge by the foot. Think I'm lying? 带着话筒可能不太能做那种难度的啊，但是那关节挺放松。我们看都特有意思，你怎么看就根本都不爱看，特烦那种啊。他就把这个爱好吧当职业，我就觉得挺不正经的。街舞老师不就是一份职业，怎么叫挺不正经的呢？对呀，因为他本身吧也不是一个什么稳定的工作。哦，我看那个小片好像是你要跑对吧？对。他不愿意让你走是吧？对。你们俩认识是因为他是你老师吗？是我去学街舞吧，然后就跟他交流比较多，当时就特别聊得来，所以就在一起了。那时候我们在一起也就3天吧，然后他就去浙江那边去上大学去了，之后就是半年的异地恋。后来我就是有点受不了这异地恋了，他根本也不靠谱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就是把这边工作辞了，就去找他了。你去杭州找他了？我去杭州找他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这男生多有魄力啊！他半年对我也挺好的，就属于我在上课，他在学校旁边租了一房子，平时给我做家务啊、洗衣服、做饭什么都做，对我特别好啊。但是吧，因为我们俩在一起没多久，然后我就去上学了对他也不是那么了解。时间越长吧，我就发现他这人胆儿特别小，特别懦弱。哎，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就上次我们俩去欢乐谷，你说欢乐谷门票那么贵，你钱都花了，进去不得玩点大项目啊，跳楼机啊，什么大摆锤啊什么的。他可倒好，我拉他死活也不去。你说他说的那些玩意儿，大摆锤啥的，你多吓人呢！那你说排队都排了3个多小时了，这3个多小时不白排了？他没玩还是没让你玩？他没玩，我自己上去玩。那不就行了吗？那行为什么呀？那时候我一直陪着他来着，然后我还帮他拿包啥的。谁用你帮我拿包了？那都入口了，我在那拉你不去，那别人都在那看着你，都笑话你。他们看他们的呗。你说他们上去的时候，完都笑呵呵的，完下来的时候有的还不玩。就这一天到欢乐谷，他什么都不玩，就知道在下面帮我拎包。那多好啊！好什么呀？最后看我实在生气了，就陪我玩了1样。你好意思告诉大家是什么吗？旋转木马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？挺好啊！旋转木马，你3岁小孩都不稀得做。这个没什么好笑，有些人会有这个生理反应。就现在他说这个项目，我也不敢玩。我觉得这没什么呀，就因为这个分手啊。你说他在外人面前给我丢脸就算了，就连我朋友都知道他胆儿小。我们去露营，你说晚上搭完帐篷，然后我们寻思出去溜达溜达，就叫他去，他也不去啊。那你说我为啥不去啊？你是大晚上的，看啥玩意儿啊？那你后来怎么又去了呢？我去了，我不担心你们吗？你说几个女孩子肯定，你看人家担心你们才去找你们。担心我们什么呀？我让他走前面，拿着手电给我们照亮。他可倒好，不走前面，不走后面，非走中间。那我为啥呀？那时候你说你们4个，我在前面，你说后面万一窜出点啥玩意儿，你说那我能护得住吗？那我在后面，前面我也护不住，我就在中间，这样两边全都护住，多好啊！这个解释也合理。主持人，你别听他在这狡辩了，他就是想让女孩保护他，他就是这么胆儿小。嗨，我没胆儿小，主持人。他还不胆儿小，就上回我在学校上课，他就给我来一电话。你说我当时正在上课，我也不好接，我寻思怎么了呢？然后他就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发短信。那也没啥事儿，其实就是我在那做菜呢嘛，在家，我寻思下课完我寻思给做点吃的，完吃的我就在那做着做，我就感觉旁边好像有什么玩意儿猫着我，然后我领那一看，妈大老鼠，特别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后来我就拿锅啪啪嗨2下子，完我就把门一关，我就出来了，完赶紧给他打电话。打电话干嘛？那你说你出去就出去呗。他不怕那玩意儿，你说你怕吧？我还行，你到底怕不怕？有点儿，就那玩意儿，主持人你不知道，就是小时候吧，我就有点那个童年阴影。就是以前我哥总拿老鼠尾巴在我面前就晃呀晃呀晃，就那样逗吓唬我。那是小时候，您现在都这么大了，你还怕老鼠呀？不，这个没什么，我跟他说我也怕老鼠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他胆儿太大呢，他都能吃老鼠。
那怎么了？有一次我们去年完去广州那边去玩去了，然后之后我就寻思饿了，那咱吃点什么，就是正常点的东西也行，是吧？怎么不正常他就带我去吃那什么三汁儿啥的，蝎子、鸽子，还有耗子，就老鼠。那你说那玩意儿多吓人啊！姑娘，是不是？那你说你真敢吃啊？他就是胆儿小。你说人家本地人到那儿都吃那个，怎么就你不能吃，就你事儿多呢？不是，你就因为这个分数，我觉得太不值当了吧？也不是，就去年、我过年带他回家，先见我父母。吃饭的时候吧，他表现还挺好的。吃完饭之后，我爸说这过年过节也别那么早回家了，去看个电影吧。当时上那电影叫什么来着？电梯惊魂。对，就这片儿。他一听这电影就死活也不去。那主持人，你说大过年的谁不看点喜剧片，要不然就看点什么贺岁片？那我就爱看那个怎么？那谁家看恐怖片？我就纳闷，你说所有观众都像你家那样，那冯小刚电影谁看呢？后来呢？后来他好不容易看到我爸的面子上去了，那我爸后来都后悔带他去了啊！一进电影院，本来是我跟我爸我妈坐一块儿，他坐一边，人家可倒好，一屁股坐我和我爸中间去了。整场电影人家什么都没看，就听他在那滋哇乱叫的。就因为这个，你父亲应该对他印象特别不好。你说看恐怖片，一个大男人胆儿就这么小啊！看完电影还不算呢，看完电影让我送他回家。我跟我爸我妈本来先看完电影，我们就回家了。他可倒好，非让我先送他。你说他去看我爸我妈，为了给我父母留个好印象，还让我送他，你说你怎么好意思？你说我刚看完恐怖片是不是？他就应该就是送我一下子。我家才22楼，我还看个电梯惊魂。你说电梯里出现一个小鬼啥，那我咋整？ Oh no！ 是不是啊？不敢坐电梯，不会走楼梯啊？楼梯22层你爬呀？别在那儿说了，你就是胆儿小。主持人，你不知道他家那胆儿，就是我感觉都给他练出来了，就是特别的大。就以前有段时间我去上班去了，然后他自己在家里，他就是没啥事儿嘛，完就去酒吧找了一个兼职工作。我都跟你说了，酒吧那事儿不赖我。那时候他在酒吧里给一个那个顾客去送酒去了。送酒之后，完看上一个刀疤男对旁边那小姑娘就是又摸大腿呀，又摸屁股的，然后完这家就急眼了，把酒直接就泼人那刀疤男的身上。那怎么了？那我就是气不过呀。这家完了就差点干起来。后来那个女孩子就是这个男的，就是那个女孩子的男朋友。男朋友怎么了？男朋友也不应该那样啊！那女孩都喝多了，他对她动手动脚，他做的对吗？起码你得把这个事儿整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人家本来就是一对儿，你说你上掺什么干什么玩意儿？那要是坏人呢？那我不就做对了吗？是做对了，那你上去你不吃亏了吗？我就听明白，就这个分歧也很大哈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就上回我们俩去上街，看着街上一男一女在那吵架，吵着吵着，那男的就对那女的动手了。你说一耳光扇那都爬不起来，我就上去找那男的理论，谁知道那男的就打红了眼，也不管我是谁，就冲我过来了。他可倒好，在旁边就在那站着也不管我。不是我没管你吗？你管我什么了？我能在旁边打电话报警的吗？打什么电话？那是报警的时候吗？你都不知道，主持人，那男的长得5大3粗的，你说我上去我能干过他吗？你是我男朋友，不应该上去往上冲啊！我就前面听得出来挺同情你的，我听这一节我怎么有点……主持人，你听我说，后来我上去了，我给他护住了，你知道吗？谁用你护我了？我要我的男朋友是在我受欺负的时候上去跟人干，又没让你护着我，让大家一起在那挨揍。后来警察来了吗？警察后来来了。你说我本来就挺生气的，我都被打的真的，当时我脸都肿了。你都被打了？对呀，我就觉得我一点都没有错，我就让那男的陪我。他可倒好，在那给人道歉，说什么呀？我女朋友不对，她不该管你们的事儿，你们快走吧。就这事让我心特别凉，我就觉得你说我都被打了，他在那跟人道歉，这也没有天理了。主持人，你说平常人是不是看着这种事儿就应该打个电话报警啥的，帮他得了？那你说咱得量力而行，你说是不是？量什么力呀？你上去了，你说完他本来就在那打女孩子，一看就是那种就比较凶的人，你说咱根本就打不过，那他上去干啥玩意儿？他这胆子太大了，他就是看人胆气暴突，畏首畏尾的，什么都不敢干。就是因为这些觉得跟他在一起没安全感是吧？所以想对，我觉得这种男人太没有责任感，太没有担当了。我一开始还有点同情他问那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也自己做回答，说这事儿管不管？110肯定是要打的，但是如果是我媳妇儿已经都上去了，那我这个怒从胆中生，我也得上啊！你真的，如果你心爱的人已经冲上去了，你还那样，差点意思啊！是不是太懦弱了？我真是受不了他了。我护住你了，好吧，一个很有朝气的女生，希望要一个有胆有血性的男人，结果恰恰找了一个心细的男人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敢看恐怖电影不代表这男人就是爷们儿，
敢坐海盗船也不代表他有血性，前面的事情都可以忍，我比你胆还小。但如果我心爱的人被别人欺负了，管他是1个人多壮还是10个人，哪怕100个人，知道会被打死，你也不能怂。老师，我也上去了。你上去干嘛去了？我保护他。把他一把抱住，让那个男人打你。对，打我。如果他没被欺负呢？你肯定不管。不是，我会打电话110。然后呢？然后报警，等警察来。你大老爷们儿，在碰到该伸手的正义时候不敢伸手，这是真怂。特别是当你被女朋友指着鼻子说你怎么这么胆小的时候，在唯一应该勇敢挺身而出的时候，你依然不敢。你让我们怎么帮你？虽然听你们的讲述很欢乐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注定是一个有些哀伤的分手的结局。我觉得不管他碰到一个怎样的女孩，如果他自己不想去改变，自己不改变，很难说别人让他改变。你说你爱他，你怎么表现？爱是什么？也许他需要的那个男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可以保护他，可以罩着他，但是你那么胆小，你又怕黑，再历练历练，看一看吧。我觉得所有女汉子的出现都是因为缺少了真汉子的保护，所以你们俩在一起呢，他强你弱。有人天生胆小，有人后天懦弱。胆小这其实是天生的，可以无法改变的，但是懦弱是你的本性，想改很难。如果真要改，其实只有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爱。在社会当中，对男人应该保护女人的基本上是一个共识，能保护女人的那叫男人，而缠着让女人保护的那叫儿子。你要想真真正正的用你的爱情来赢得这个女孩的芳心的话，要锻炼的让自己像一个真汉子。女人看的就是在女人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的表现是什么。男生心里一定在想一件事儿，人生有多少次碰见生死攸关的机会呢？大概1次也不会有，对吧？对，你心里肯定想这事儿。其实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不爱。我爱他。你看见他有危险，你本能的怕，而在选择谁去承受的时候，有可能会让自己受伤的时候，你选择了躲。你说你爱他吗？胆小的人基本上会有几个特质。第一，很务实。什么叫务实呢？就是干嘛要那么冲动。第二，很自私。当有危险共同面对的时候，他选择了让自己好过，而没有想着去帮助别人。所以说，胆小的人基本上的务实而自私。他会想，人生当中没有几次是需要单独面对，但是但凡是只有1次，就体现出了人的本性。只要有1次，心就可以凉，多难受。原来一直爱着我的人，在危险面前是如此置我于不顾，甚至连吭一声的勇气都没有。为了自己的血缘的亲人和爱人，应该敢于面对。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，我说句比较残酷的话，很难称之为人。再胆小的人都应该那样去做。所以基于各方面的考虑，这样的男人是不应该被选择，根本考虑都不用考虑，关键的时候会让你失望，而那种失望是决绝的。就这样。别绝望啊！经过一些事儿之后，会好。你很多不敢做的事儿，你怕的事儿，我们俩完全是一致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恐高到什么程度啊？商场里的扶梯，只要是悬空的，两边不被架起来的，我不敢坐。我站到那个上面，我都抖，就心里抖啊。但是我抱我闺女儿的时候，我在那个上面很自如，非常奇怪。我这东西不是一个心理问题吗？前提我还不是一个怎么好的父亲，但是我抱他的时候那个力量特别大。所以我的想法是说，如果真的有够爱的时候，那个瞬间你的本能是应该被激发出来的。能变吗，维塔？我能吗？能。行吧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。宝贝儿，其实听了老师们说了以后，我知道自己应该改变，
我也会尽量改变。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格实在是就是皮太大了，就是这什么都不怕，这以后一定会吃亏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改变一下，我们都一起改好吗？我不觉得我哪儿做错了。如果你真的能改，我还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但是如果你这个态度的话，你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。我希望我们能和好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，我不想失去你，真的不想。求你了，不要离开我。好，时间到。你那箱子里放东西了是吧？我刚才是听这男生说，我说如果你要在这箱子里面放一只死老鼠，然后你让他拎着这死老鼠出来，你就出来，否则你就不出来，你敢拎吗？他要是不离开我，我试一下。我就这么瞎想啊，我不知道这个箱子里的秘密看完之后，两个人的态度是不是会有所转变？来，麻烦你们交换秘密。请关门。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一个胆小懦弱的男生值得依靠吗？你们看好这一对吗？看好请选择赞成，不看好请选择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现场有79.41%的观众朋友是不看好的，看好的请举手示意一下我，好吧？哦，您好，看好的理由是什么？我认为这个男的如果要真爱这个女生的话，他会为她做改变的。您家是闺女还是儿子呀？我一个闺女一个儿子。您闺女儿要是找一个姑爷是这样的，您嫁吗？我不会同意的。那你不同意你闺女，为什么同意人家闺女呢？因为这个男生他表态，他非常爱这个女生，他愿意为她做改变，他自己表态了。好，谢谢您哈。没举手就是反对了是吧？理由？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太不成熟了，而且太不爷们儿了。你要找也不会找这样的。不会。我选的也是反对，就是怕老鼠，不敢坐海盗船，这些都没什么。主要还是在自己的女友有危险的时候要站出来保护。也就是说，至亲的人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出来？这是忍受不了的，是吧？对。其实我想，大家重点强调的，并不是说你在生活里面你胆儿有多大，只是要求说，在爱的人或者你在意的人碰到危险的时候，你能挺身而出。当看完这个秘密之后，这两个人的感情之路会走向何方呢？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耶！就是爱你爱你。来那边。没有意义。大家好。来站这儿啊！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说的最对，他真是傻大胆啊，胆儿多大呀！他这里面藏的是什么秘密啊？就把你给弄出来了，你说说。留言你读读吧。我读吧。宝贝儿，你一直都想穿着婚纱去蹦极，我一直都不敢。我现在答应你，如果你不离开我，等你大学毕业后，我就娶你，带你一块儿去跳蹦极，穿婚纱。我爱你。看看女生的箱子里放的是什么？我妈为什么不喜欢你？不仅仅因为你胆子小，更是因为她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。她认为你这份工作不稳定，所以她不同意我和你在一起。但是为了怕你伤心，我都把这事儿藏起来，没有跟你说。问你呢，你这个工作呀，什么能？我就是等我们回去之后，我就把工作稳定下来，让他爸他妈接受我。好，我们静待佳音啊！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来，有请。你也不顾妹妹啊，好可爱。把这个戒指给叔叔。谢谢你们，来，请回哈。
感谢杰里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，把这个送给他，就代表你对他说“爱要有你才完美”这句话要记在心里啊！我要看我们的节目。同时，你们还获得了由婚纱摄影领导品牌聚焦摄影提供的价值1万元的婚纱摄影一套，还有好东西哦！智生活想人生科沃斯机器人提供了价值3980元的地宝680一台，一定要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生活哈。那我先帮你们收着哈。接下来的这个神圣而浪漫的一个求婚时刻，就属于他们自己。各位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。宝贝儿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大胆老公，你就在我的身后吧，我会永远保护你的。我爱你。请亮灯。这灯光老师多不够意思啊！知道人家怕黑，还一直让人黑着啊！拿着礼物，对他好点啊！关键时刻做真男人，好吗？好的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秦晖。相趁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来，就直接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